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Dustin Poker。我呢是在美国读的本科和硕士，毕业后呢来到纽约工作。跟很多朋友一样，平时喜欢在家里打打 home game。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德扑，所以私下里也是花了很多时间研究，并且开始不满足于朋友之间的娱乐局，想要体验更残酷、更现实的环境。所以我也是在过去2年间呢，经常到纽约周边的赌场打牌。从一开始的小盲、大盲1美金、3美金，到25、50，一直到现在的小盲10美金、大盲20美金，级别呢是越打越大。我同时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和心得，比方说如何使用 GTO 加上剥削策略来针对线下玩家的不平衡。但由于之前美东周边的赌场呢是全部禁止拍摄，我也是没法分享这里的手牌。但是很幸运的是，我最近终于拿到了 MGM 旗下 Borgata 的官方拍摄许可，所以呢，我也会在接下来尽可能多的为大家呈现这里的手牌，并且分享我赢钱的经验和心得。都说 Vegas 和加州的 action 多，我觉得纽约旁边的 Borgata 是一点也不差，这里的局也同样很狂野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我一般周5晚上会从纽约出发来到 Borgata， 路程大概2个半小时，然后在这里住上一晚，可以打周5晚上和周6一整天的局。现在刚 check in 完，来看看我的房间吧。Borgata 毕竟跟 Vegas 的 Bellagio、Aria 等酒店都是同属于 MGM Resort 旗下，所以酒店的房间以及配套设施也都不错。打牌还是一个非常高强度，同时需要脑力和体力的活动，高质量的睡眠也是必不可少的。好了，我是迫不及待的来到了 Poker Room， 开始今天的战斗。今天的局强度是挺高的，都是直牌，其中还有经常打50、100高额局的玩家。我一开始是买入了2500刀，盲注是小盲、大盲5刀、10刀，还有一个强抓20刀。在下半场我们还加上了 Double Straddle 40刀，变成了50、20、40 4个盲注。同时我们还开始玩27游戏，如果有人用27收时，大家每人要给他100刀。再加上又来了几个 VIP 啊，是把大家的情绪彻底点燃。我也是打出了很多激情四射的手牌，有拿到 AA 狂锤3条街，也有用主挡牌绝命炸胡职业玩家。那么就让我们进入第一手牌吧。这里面对的是一个非常激进的直牌，第一次交手没有太多信息，偏偏他就做我下家。一开始好几手牌都被他各种3败，我准备这手好好交流一下。弃牌到我在大盲拿到77，我选择加注75，他枪口跟注。Flop K69 彩虹面，我持续下注打了50，他跟注。转牌草花钩，我有个对子准备过牌跟注，他也过牌。合牌方片10，单张成顺，这里没有打的必要，而且如果他下重注，就算他形象再差，我也抓不动。我正准备投降放弃的时候，他居然也过牌了。我77收10，后来他跟我说他是 A6， 哈哈，看来这次给他了一个对子，反而帮了我们，让他没有选择炸胡。我在枪口加1位置加注到60，被庄位的一位娱乐玩家3败到225，我后手大约2400。如果对面是职业玩家，这里肯定是4败伺候，但他是娱乐玩家，这么大尺度的再加注，10牌通常偏多。如果是 AK 杂色，我可能会选择跟注，但我这次拿到的是 AK 同花，于是我还是决定4败到了650，奔着打光去的节奏。他想了想，居然只是跟注。翻牌3、7、5两张方片，这个面我是毫无关系啊，连后门花也没有，我没有选择持续下注，他也过牌。转牌方片2，花到了，如果是我的后门花，我会主动下注，但现在 AK 依然能赢很多 A 高和 K 高的牌，所以我继续过牌，他也过牌。合牌黑桃10，没有成花，我们都选择过牌，他是亮出了 A 圈同色啊，我们侥幸收下底池。这里还是面对同一个做我下家的激进玩家，我在大盲拿到5、6同色，加注到75，枪口玩家跟注。翻牌圈5、7，我下注50，他跟注。转牌红桃6，我是带队听花加上敌2队，非常强的牌啊，
但这个面很潮湿，我也没有绝对的范围优势。面对激进的玩家，我选择过牌，保留过牌范围。他也选择过牌。河牌草花钩，这里我想蹲一下，看看他那些 A 高或小对子会不会决定转账，可惜他不上当，也是过牌。我的两队是稳稳收下底池。Hijack 加注到60，小盲跟注，我在抓位拿到了 K7 同色，选择补齐。翻牌839，两张花，我们没有花，三家都选择过牌。转牌黑桃10，小盲过牌，这里我拿到了顺子听牌，决定打一枪120。Hijack 跟注，河牌红桃2空气，这里对手的防守范围有 A 嗨和一些小对子，我们不买花，还阻挡了一些顺子组合，像67、70同色。于是我决定重锤出击，极化牌力，下注满池400。他果然弃牌，我们成功偷下底池。这是一个强抓底池，枪口加1 limp 加2 open 125，小盲一个经常交手的直牌跟注，我在大盲44也跟注。翻牌2 40，我过牌埋伏，但后卫玩家也过牌。转牌方片6，小盲0打250。这面虽然很潮湿，有买花买顺，并且我们在第2个位置，跟注很有可能带赔率，但这里加注出来其实没什么炸胡范围做平衡，所以我们选择跟注。其他人弃牌。河牌方片圈，非常干净的 break， 小盲过牌，估计是有修档价值。这里我们极化牌力，在这个花顺都 miss 的面上打了满池1000，让他抓鸡。他想了会儿，果然抓了。我在转牌上的慢打是成功埋伏到了对手。上一把刚刚靠暗3条收下底池，紧接着又来了一手枪口加1跟注，我在 low jack 拿到 AK 杂色，加注到75，被庄位再加注到225，后手大约5000，枪口加1又跟注了这225，但他后手只有1000左右。我们这边不太担心被带赔率啊，加上庄位是一个打得很不错的对手，后手也有250个大盲，在这种筹码深度的情况下，我决定跟注控池。翻牌 A42， 两张花听花面，两家都过牌，庄位持续下注225，底池约700。小盲弃牌，这里我跟注没有什么太多理由去加注。转牌方片9，没出花，我继续选择过牌，他极化下注975，接近满池。这一枪非常重，压力拉满，代表至少 A 圈以上的牌力，还有可能被他歪中一些两队。但是 AK 在这里依然领先不少，我决定跟注。我的 AK 没有带梅花。河牌红桃7，是张空气牌，我继续过牌，准备迎接他的全下。他想了很久，最终是选择过牌放弃啊，秀出了勾7同色，一个意料之外的牌，我成功收下底池。不知道大家如果在这里被选择 all in 3500刀，会怎么选择呢？请在评论区留言哦。我在抓位拿到99，前位加注到50，我3败到200。翻牌圈圈3彩虹面，我下注150，他跟注。转牌草花6，我选择过牌，一方面是为了平衡那些我错过的 A 高 K 高牌，另一方面也是不想在这里给他的实勾勾反向送价值，他也过牌。河牌草花4是空气，我准备拿一些薄价值下注250，他是直接弃牌了。这一手牌我不利位置长打，很经典。cut off 加注到50，庄位跟注。我在大盲拿到 A 圈杂色，选择3败挤压到250。翻牌3-5勾彩虹面，我持续下注200，但这里我被庄位的常客玩家加注到了500。这里虽然我什么都没有，但我心中有牌啊！我的3败范围里有 A 圈，为什么不能有 AA 或者圈圈？所以我选择直接再加注回去，哈哈，开个玩笑。但大家想一想，要是他有1队以上的牌力，会在有位置的情况下，在这样干燥的彩虹面上加注吗？我选择跟注残打，只要他在转牌选择过牌，那河牌大多数空气牌我都是要偷的。转牌10，果不其然，我过牌后他也跟着过牌。河牌红桃2，没有改变任何东西，我下注900。
他立刻弃牌，估计就是小对子或者空气操作我成功在不利位置铲打收下底池，拿到 A10 杂色加注到60，被 cut off 和庄位跟住，翻牌 K 勾3彩虹面，这完全是我的范围，我下注75， cut off 那位娱乐玩家跟注。在这个牌面上，我的卡顺是非常适合转牌继续重注的。转牌来了黑桃5，这时候我选择了一发超池下注425，他是立刻就弃牌了，我拿下底池。我们开始玩50、20、40四个盲注，同时还在玩2期游戏，输的人每人给100刀，大家都是非常狂野。我在庄位拿到 A5 黑桃，加注到110，枪口加2跟注，翻牌 K5 圈，这里我中了一个5，阻挡了他一些2对和3条的组合，这是一个可以利用5转炸的好机会，打掉他一些圈 X 和 KX。我正常持续下注80，他跟注，转牌是草花4，花到了。这张牌是改变了牌面，他过牌。我的强牌像 AK 在这种牌面也有过牌的可能，于是我决定也过牌。河牌红桃 A 没有成花，他零打了一个主子注115。我觉得虽然现在是2对，加注也拿不到太多的价值，所以我只是跟注。他亮出了 K10 杂色，我收下底池。盲注50、20 ，cut off 加注60，我在抓位上用10勾同色跟注，翻牌 A 勾2，听花面，我过牌，他打了75，我跟注，转牌红桃 A， 我过牌，他继续满池下注275。根据他之前松凶的形象，我决定跟注再抵抗一条街。河牌方片6，花到了，我继续过牌，这里他打了一个超池1200。我只有一个中对，而他这个尺度感觉都是针对至少3条 A 以上的牌力。我想了会儿，最后是弃牌。不知道大家会怎么处理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。盲注50、20，我在庄位拿到5、6同花，加注60，被小盲这个激进玩家再次3败到250。我跟注，翻牌865天花啊！这里我敌2对，他是没有停枪，继续满池下注了500，我选择跟注。转牌方片2没出花，这里他又满池下注了1500。这个玩家之前曾经用勾7同花3败了我的 AK， 在 A 的面上打了2条街，非常激进。我2对，他可能有一些带黑桃的 AX、KX 的炸胡，也同时能赢他的一些超对，我选择继续跟注。河牌方片 A， 这其实让我的压力有变小，因为他的一些 AX 反而中了牌，不太会特别激进。这里他是下注了500，我的2对在这里感觉再加注也没有价值啊，我只选择跟注。结果呢，他是秀出了68同花啊！我是敌2队撞上了他的顶2队，一个大大的哭了，没有办法，直接输掉了2800。我们开始玩50、20、40四个盲注，同时还在玩2期游戏，输的人每人给100刀，桌子是非常狂野。所有人弃牌到大盲的直牌，选择加注150。我在抓位拿到了 A 勾杂色，只跟注，用强牌平衡跟注的范围。而且我之前已经2次在这个位置3败他了。翻牌 A58， 我有顶对带一张 A 花，他选择下注250，这里我轻松跟注。转牌黑桃2，花是到了，他继续下注了300。我有 A 花加上顶对 A， 还是跟注。河牌方片3没有花，他再次下注半池750。我觉得我的 A 可能是不够了，但我有 A 花的阻断牌，对上职业玩家，他这里的下注都不一定需要花，他的 set 都会在这个面上拿极限价值。而在这个场景中，如果我们加注出来，他基本就是没有炸胡，所以我决定极限炸胡，加注到2400。
他明显是被我这个河牌的加注吓到了，想了很久后弃牌，我是成功偷下了这个底池。我们继续玩50、20、40四个盲组，还在玩2期游戏，输的人每人给100刀，气氛很狂热。庄卫是个爱喝酒的亚洲娱乐玩家，一直在讲笑话。上一把他 K 圈在翻牌前弃牌，结果 turn 是 nuts， 被全桌人调侃，怎么可能打100被加注300就弃牌？这手他庄卫加注125，我在大盲拿到了 AA， 还是在他刚被调侃完，我靠，还有这种好事！有效后手5000多，130 BB 左右，我选择300到500，他果然跟注。翻牌277听花，我没有花，我持续下注400，他跟注。转牌方片4，没花，我继续打了1200，准备好河牌在4200的底池里 all in 他剩下了3000，他想了想是继续跟注。河牌黑桃8空气，我稍作停顿后喊出了 all in， 他跳起来自言自语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我就知道我大了，开始心里祈祷他能跟住，我的圣诞礼物可就靠你了呀。可惜他想了很久，最后是弃牌了。还有一件很搞笑的事情，我结束了看到苹果手表的提示，我在这手牌的时候心跳是超过了120 BPM， 我又看了看我其他炸胡的时候，心跳反而没这么高，看来我是在拿价值的时候更紧张呀。紧接着下一手，仍是50、20、40四个盲注，弃牌到庄卫的直牌加注110，我在小盲拿到 K 圈杂色，只是跟注，大盲和 UTG 也跟注。翻牌 A 勾5彩虹面，过牌到庄卫打了200，我卡顺买坚果，肯定不会弃牌，但这个范围没有顶端牌力，所以只是跟注，其他人弃牌。转牌10，我靠，不是吧？卡顺中了，一脚着。我强忍着激动的心情继续过牌，希望他能继续下注。他是没有辜负我的期望，在840的底池中超时下注1000。这个面确实更有利于他的范围，我们的强牌像 AA、勾勾、10、K 圈苏都会大几率300，他的范围优势很强。面对超时，我只有跟注，否则加注会太不平衡。河牌草花6空气，我继续过牌等他的超持 all in， 他想了很久，最后是没有推出他的后手3600啊。他说他什么也没有，我是直接亮出了 nuts。Nice。5个人盲注50、20、40，我们还在同时玩2期游戏。这时候庄卫加注100，小盲300到450。我在第4个盲位拿到勾勾，在5人桌，大家范围都很宽，加上2期游戏大家都很狂野，所以在这里我选择勾勾冷400到了1001，庄卫弃牌，小盲也是秒弃牌，我兵不血刃的收下了580刀底池。Oh my god！ 好了，打完这手牌时间也是很晚了，我决定回房间休息，养足精神准备第2天的战斗。这一个筛选我也是第一次挑战强抓到40刀的局，我是没有被潜在的波动吓到，还是放开了去打。运气呢也是不错，有牌能拿到价值，没牌也能炸胡成功。虽然中间有 cooler 让我损失了不少筹码，但整体来说还是非常顺利的。我是买入了3200刀，最后有8600，水上了5400刀左右。不知道大家对我第1期的视频感觉如何？有任何的建议都请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会一一回复，争取改进。同时也请大家别忘了点赞关注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